妻子为帮助他初恋的公司顺利上市，作伪证举报我公司财务有问题，我声名狼藉，被迫接受调查。妻子却和他的初恋趁机收购我的公司，对我反唇相讥。我收购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应该感谢我才是，毕竟我可以比你更好的经营公司。是啊，齐思年接手公司，运营的肯定会更好。你不知道，他公司账目上仅流动资金就有1亿呢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绑定了改字系统，直接把1亿改成了1块。当天晚上，妻子和白月光看着公账上仅剩的1块钱，双双陷入了沉默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从铁门出来的时候，恰好是正午，太阳高悬，可我的心此时却冷如冰窟。婉儿小姐，听说您和齐思年先生婚期将近，作为当事人，你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的吗？旁边的小卖部正在播着新闻，屏幕正中央，身着漂亮晚礼服的女人笑容娇俏地挽着一个年轻男人的胳膊，冲着镜头吐了下舌头。等我们结婚，一定请大家吃喜糖。周围的记者一片欢呼。屏幕下方的字幕写着恭祝最年轻企业家齐思年先生公司上市，同时当事人爆料好事将近。看着一片热闹的景象，我的心口阵阵发寒，疼到麻木，不知道该痛心自己的未婚妻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还是该痛心自己呕心沥血创立的公司，现在却沦为了别人的跳板。半个月前，公司谈下了最大的合作商，签约仪式上却有人匿名举报，说我名下公司的产品出问题，发生了用户重伤的意外。我据理力争，想办法搜集证据，证明意外和产品无关。可就在临门一脚，我最信任的枕边人，我的未婚妻周婉儿，却拿出了我产品质量有问题的证据，直接坐实了我犯错的事实。林月，你以后还有机会，但思年为了这次公司能上市，筹备了5年，而且他把所有的身家都砸进去了，一旦融资失败，他就完了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周婉儿的初恋齐思年的公司上市最后一轮融资出现了问题。为了帮齐思年，他把主意打在了我头上，宣称公司产品有问题的举报人是他，一直以来在产品做手脚的人也是他。他说齐思年为了公司筹备了5年，可我为这家公司付出了全部啊！当初因为他一句话，我放弃了高薪工作，拿所有资产和他成立了公司。刚开始公司情况不好，我为了拉合作，在酒桌喝到吐血。公司缺人，我从凌晨忙到深夜，一个人当8个人用，整整5年没有睡过好觉。这么多年我们在一起的事情，他不想公开，他说是想让我专注事业，不想让我感觉被感情束缚。在公司的应酬上，他还会鼓励我融入合作伙伴，让我多和朋友交流沟通。知情的朋友都说我有一个好的贤内助，可现在想来，这不过是为了方便他背刺我，好和齐思年在一起。在我为公司、为我们的未来筹划的时候，他在想方设法地算计我。我为了给他安全感，将股份大部分给了他，可他却在我被送进去后，立刻将股份转移到齐思年的名下，帮他买下公司其余股份，并且借着公司前期所做的准备，直接帮齐思年拿下了公司最大的合作商。屏幕前，周婉儿依偎在齐思年的怀里，还在侃侃而谈。这时，不知哪个台的记者突然提到了我，听说公司原来的老板林月和婉儿小姐的关系不一般，她都进去那么久了，你们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吗？
周婉儿脸上的笑容停了一瞬，但镜头面前，她却仍保持着优雅。当初林月一念之差，做了错事，差点让我们的心血付之一炬。不过，据说她也知道错了，而且也过去这么久了，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吧，我们原谅她。不过，希望大家不要走她的老路。周婉儿五官精致，举手投足优雅迷人，可说出的话却仿佛淬了毒，当众坐实了我犯罪的事实。明明我是被他陷害，可他却说出来原谅我这种话。我看着这张熟悉的脸，感觉无比的陌生。许久，我打了一辆出租车，直接去了一处别墅区。我是个孤儿，在这个城市没有朋友，合作伙伴听说过我的事情后都嗤之以鼻，早早就斩断了关系。现在的我无处可去，这里的别墅是我当初买下来，准备当做我和婉儿的新房。我知道我和周婉儿之间已经结束了，但我和周婉儿的事情还没完。付完车费，我刚想进小区就被保安拦住了，正想解释，便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咦，这不是林月吗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”我回过头，看到齐思年和周婉儿挽着手朝小区走来。算算时间，你好像是今天出来。不好意思，最近在忙公司上市的事，把你忘了。对不住，对不住啊。齐思年揽着周婉儿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嘲弄。而看两人亲密的模样，我也明白过来他们在这里的原因。周婉儿把公司都已经给了齐思礼，那当初我亲自找人设计装修的新房，她带别的男人进出自如，似乎也没什么可意外的。周婉儿眼神不自然地躲了一下，从兜里掏出一张支票递给我：“林月，这笔钱算是给你的补偿，但你要保证拿了钱就别再来找我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万一被媒体看到，不好解释。”我看着支票上的2万块钱，被他堂而皇之的话气笑了。你把我害成现在这样，想拿2万块把我打发？平时他刷我的卡买一个包都不止10万。齐思年嗤笑，这些年婉儿也付出了很多，给你补偿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商场如战场，他只是做了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罢了。你自己实力不行，警惕心不够，就算不是婉儿，也会是别人吞下你的公司。我被他的诡辩气笑了，可周婉儿的眼神却又坚定了几分。林月，你在商场这么多年，难道不知道丛林法则吗？商战本来就是弱肉强食的，更何况公司在思年的手里确实会发展得更好。我也是为了公司着想，你如果聪明，应该放手。不过，就算不放手也没办法，毕竟现在公司和人脉都在我们手上呢，你总得为以后想想吧。说着，齐思年恶作剧般拍了拍我的脸，我再也忍不住，一把拽住他的衣领，可还未碰到他，周婉儿便从后面死死地抓住我。趁这个时机，齐思年一拳砸在了我的脸上。一个废物，还跟我先动手，活腻了！齐思年又是一脚，直踹到了我的头上。我眼前一黑，双眼晕眩。正在这时，我脑中传来一道电子音，察觉宿主受到强烈屈辱，屈辱值已达100%，改字系统已绑定。这道声音我在监狱就已经听过了，当时系统向我介绍说它是改字系统，察觉到我怨念太深，所以选择我作为宿主绑定。我可以选定2个人，将其行为文字化，随后指定修改其中一个字，只要逻辑合理，便可以强行改变2人的行为。我早就选定了周婉儿和齐思年，只不过因为在监狱的这段时间，我始终没见过2人，所以这2人对我的屈辱值不够，以至于系统迟迟没有成功绑定。现在
我忍着脑袋的眩晕，抬起头，果然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。周婉儿和齐思年胸前自动出现了一道字幕，见林月迟迟没有反应，周婉儿疑惑地和齐思年相视一眼，他脑子是不是被打坏了？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？周婉儿疑惑道：“坏了也好，省得我们在他身上浪费功夫。”齐思年说着，故意揽住周婉儿的腰，恶趣味道：“有这个时间，我还是愿意和你在他准备的婚床上躺着。”我忍着反胃，把故意揽住周婉儿的腰中的揽改成了掐。下一秒，字幕果然发生了变化。与此同时，周婉儿惊呼一声，跳了起来：“思年，你掐我做什么？好疼！”齐思年一脸茫然：“我不知道啊。”看着两人的模样，明白过来用法后，我心里浮现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之前我还觉得这个系统很鸡肋，毕竟要合乎逻辑，而且很多伤害人的行为是被禁用的。可现在想想，真正的报复并不需要大张旗鼓的伤人。这些年，周婉儿靠着我对她的信任，一次次的微操，最后将我陷到这种万劫不复的境地。我也能同样在无形之中让他们自食后果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扬了唇：“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”齐思年恼羞成怒，抬脚朝我踢过来，结果周婉儿竟然拦住了他。可能是脑子坏了，别管他了，他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想笑就让他笑吧。齐思年似乎觉得有道理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神情又恢复了得意，低声朝我警告道：“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这套别墅婉儿已经送给我了，房产证上现在也是我的名字，以后再让我在这儿看到你，你就等着瞧吧。我的别墅，动手收拾个外人，可是合情合理的。”说着，齐思年像是故意要惹怒我一般，直接紧紧握住周婉儿的手。齐思年和周婉儿手牵手回了别墅，看着文字化的字幕，我心念微动，将回改成了烧。刚改完，我的眼前突然一阵飙红，系统警告声响起：危险，禁止行为暴力，现开启行为逻辑审核，对触及系统禁忌。这时我并不意外，耐心解释道：他们两个公司上市，这么大的喜事，烧个小别墅庆祝而已，很合理呀。不信你去查资料，我们人类开心都会烧东西庆祝的。系统没说话，我知道他是在查资料，也并不着急。半分钟后，系统的电子音再度响起，审核通过。话音刚落，我便看到齐思年和周婉儿进了别墅，再出来时手牵手抱着一大桶汽油，毫不犹豫点火扔，一气呵成。中间有保安想要阻拦，被两人一脚踹开了。等做完这一切，火光冲天，两人才仿佛雷劈一般，猛然一个机灵，着火了，来人啊！周婉儿率先清醒过来，尖叫着就要冲进去。齐思年比他还要着急，但刚一进去就被火舌给吓退了。两人尝试了好几次都没能进去，最后直接慌张地跑到保安亭要挟保安，保安都被他们这通操作气笑了。最后齐思礼无能狂怒：哪个王八蛋放的火？等我查出来，饶不了他。林月，肯定是林月！周婉儿冲着我大吼：你胆大包天，竟敢放火，等着赔到倾家荡产吧！到底是谁放的火？等他们看监控就知道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没理会，径直离开。拿回自己的东西重要，但活着更加重要。我要先解决生计问题，才能开始下一步。整整一个下午，我跑了好几家合作公司，结果还没进门就被赶了出来。最后有一家公司老板没忍住告诉我，有人在业内发话封杀了我。即便他没说，我也猜得出来，有人指的是
周婉儿和齐思年，他们两人做贼心虚，对我仍然心存忌惮，怕我东山再起。既然如此，我自然不能让他们如意。我思索片刻，抱着最后一点希望，去了本市的龙头企业。本想着死马当作活马医，大不了再吃一次闭门羹的念头。结果没想到，得知我的来意后，人事主管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我以为他不知道我的情况，好心提醒了一下，结果他想了想，打了通电话，再回来时认真道：我们老板说，那就再加一个条件，必须在1年内为公司盈利2亿。我明白过来，他们老板大概是不把我的黑料当回事。我之前就听说这家龙头企业的老板是个女人，很有背景，但为人极为低调，很少在公共场合出现，就连网上关于她的新闻都很少，是我欣赏的个性。我毫不犹豫应下。解决完工作生计的问题，我又查了周婉儿和齐思年的行程，发现两人明晚要参加一场商务晚宴。巧合的是，当天人事主管便告诉我有晚宴的名额，让我找合作方去谈合作。晚宴当天，我早早赶到，没多久便见一辆高调奢华的豪车在几辆车的护送下停到了门口。刚一停车，两人雇的保镖便齐刷刷敬业地护在周围，排场很大，引得周围不少人纷纷侧目。周婉儿打扮精致，优雅亮相，齐思年甚至还绅士地弯了下腰，但狸猫穿上皮也不是太子。齐思年再怎么装的优雅上流，仔细看便能看出他的动作是频频出错的。前段时间，他和周婉儿纵火烧别墅的事情已经上了新闻。火势虽然被及时控制，没有伤亡，但是波及了周边的业主，而且对小区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。这所小区住的富豪很多，开发商也有背景，直接让他们赔了一大笔钱。虽然公司上市了，但事实上齐思年根本没什么能力，在公司也是吃老本。这次来宴会，估计是要找投资回忆回血。正想着，这时齐思年看到了我，走上前：林月，你追我们都追到这儿来了呀？怎么，被社会抛弃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当初在行业内封杀我的事，果然是他做的。周婉儿看我的眼神鄙夷：思年，要不然就给他一次机会吧，他估计也是没办法了才过来求我们的。行吧，既然婉儿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哪能不听你的话？齐思年笑着摸了下周婉儿的脸，公司的保安亭正好还缺人呢，就让他去那儿吧。思年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看着两人一唱一和，我忍着反胃，笑道：不用了，保安的位置你们自己留着吧，你们抢了我的公司，早晚会还回来的。周婉儿愣了一下，随即皱着眉朝我训斥道：林月，你还在说什么梦话？你坐过牢，除了我和思年，谁还会要你？说着，周婉儿刻意加重了坐过牢3个字。周围的人闻言，看我的眼神都多了几分微妙，还有人在一旁低声窃窃私语。齐思年很享受周围人对我的鄙夷，摆了摆手：算了，他不想去算了。周婉儿冷哼：这么大的人了，一点不懂事，就你这脾气，以后有你后悔的。说着，周婉儿白了我一眼，优雅地挽着齐思年进了门。看着眼前的字幕，我心念一动，将婉改成了彩。于是，在四周震惊诧异的眼神中，齐思年自然地趴到地上，周婉儿穿着高跟鞋，优雅地踩了上去。等到高跟鞋尖戳到齐思年嘴里，两人才猛然反应过来，吱哇乱叫的从地上站起来。你干什么？齐思年直接炸了，周婉儿也愣住了。我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。齐思年脸上还带着鞋印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，
他想发作，但看着四周人怪异以及看好戏般的眼神，还是硬生生忍了回去。最后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拉着周婉儿灰溜溜地进了宴会厅。没多久，大家便被其他的事情吸引了注意。我也进了宴会厅内，按照人事主管叮嘱的，在会场找到了合作商。结果还没等我做自我介绍，一只手猛地推开我，我没防备，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周婉儿和齐思年气势汹汹地站到我面前。好啊你，林月，你跟过来就做这种小动作，还要不要脸？这边的动静吸引了不少人注意，许多人纷纷看了过来，合作商也是一脸茫然。但他显然之前就认识齐思年，朝他们问道：“齐总、周总，你们和他认识？”周婉儿匆忙向合作商解释：“孙总，他是我们公司之前的员工，因为犯事进了牢，结果出来后心有怨气，就对我们做小动作。这种人品低劣的人，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现在就让人把他赶走。”闻言，孙总看我的眼神果然微妙了几分，我被气笑了。你们除了抢我公司、污蔑我，还有没有什么新花样？周婉儿眼神闪躲，齐思年却直接调出了他们当初伪造的证据，以及我被警方压在地上的照片和入狱时的照片，展示到众人面前。我们有没有污蔑你？你自己看。要不要我把照片投影出来呀？照片拍得很不体面，不少人看完眼神都很微妙。我攥紧了拳，却还是忍了下去，跟旁边的孙总解释，我会证明自己无辜的，但我今天过来跟他们没有关系，我是代表公司和您谈合作的。说着，我拿出名片，可还不等递过去，周婉儿直接夺过来，撕个粉碎。难怪我和思年收留你来公司，你不愿意呢？原来是找到下家了。但肯要你这么品行恶劣的人，想必那家公司也不是什么好公司。齐思年也在旁边附和：“是啊，孙总，肯要这种社会败类的公司，要么不正规，要么就是缺钱。到时候万一爆出什么雷，您找谁去啊？”说完，他又扬了下唇。但我们公司现在流动资金的账户有1亿呢，就等着跟你合作呢。看着齐思年嚣张狂妄的模样，我知道机会来了。我毫不犹豫将易改成快。眼看孙总动了心，我还是好心提醒了一句：流动资金算什么？合作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整体实力。齐思年哈哈大笑：你跟我谈整体实力？你一个垃圾公司的垃圾员工，在这儿跟我谈实力，有什么资？齐思年话没说完，不知看到了什么，脸色突然猛然变白。垃圾公司？这时，身后一道清冷魅惑的嗓音，我回过头，看到四周瞬间变得一片死寂，围观的人自动分成了2列。身着 OL 装、气质冷艳的女人缓步走了过来，孙总立刻点头哈腰地迎上前：“楚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没想到这次宴会能把您请过来，真是荣幸啊！之前我让人跟您发了合作的事情，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看到女人竟然朝我的方向看过来，轻轻地点了下头。我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，她的气质独特，我如果认识，不应该一点印象也没有。”齐思年看得眼睛发直，在看到孙总点头哈腰后，立刻明白女人的身份不同，一个箭步冲过去，伸出手笑着迎上去做自我介绍。女人却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只是一个垃圾公司的老板而已，应该入不了齐总的眼。”齐思年蓦地一愣，反应过来：“你是林月的老板。”女人没理会他，淡淡的朝孙总瞥了一眼：“抱歉，孙总，
我的人在和你谈合作的时候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，所以我们的合作取消。孙总欲哭无泪，对不起，楚总，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女人并没理会他，走到我身边，还未等我反应过来，她的手搭上了我的肩，鼻尖传来一阵淡淡的幽香。我来晚了，委屈你了。女人凌厉的嗓音中竟带了几分柔和。我受宠若惊，随后反应过来，我作为他公司的员工，对我的态度就相当于对他公司的态度，他会护着我也很正常。楚总，你别被林月骗了，他可是坐过牢的。周婉儿突然站出来，神色有些难看道，而且当初他故意……周婉儿话没说完，女人冷冷地打断了她，你还是管好自己吧，我不需要从别人的嘴里知道我的人是什么样。周婉儿被噎得一梗，齐思年立刻站出来替周婉儿撑腰，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识抬举？婉儿也是怕你上当，为了你好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女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淡淡轻嗤一笑，什么都没说，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。齐思年脸色一青，觉得自己失了面子，直接破大防，你嚣张什么呀？还你的人，你以为你自己是谁？不过也是被玩的货色，你自己怎么可能做到这种地步？肯定也是靠着男人上来的。你为了个废物，连孙总这种实力强劲的公司都敢拒绝？啪！不等齐思年骂完，孙总直接一巴掌甩到了他脸上。齐思年被扇懵了，委屈道：孙总，我在替你说话。孙总恨得咬牙切齿，你特么想死别带上我。随即孙总在齐思年的耳边不知道说了什么，齐思年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他就是楚明月，那个手段狠辣、睚眦必报的女霸王楚明月。孙总点了点头，齐思年沉默了片刻，又冷冷地看着楚明月道：再怎么厉害，你不也是个女人？而且我们公司已经上市了，我就不信你能瞬间把我的公司搞垮。楚明月刚要说什么，这时齐思年的手机响了，他按下接通，紧接着不知对面说了什么，他瞬间炸了。什么？公账只剩1块钱了？齐思年崩溃，红着眼冲楚明月质问：你做了什么？楚明月茫然，他确实不知道，因为公账的钱是我的系统转走的。周婉儿立刻登录账户，在看到户头上仅剩的1块钱后，比齐思年还要崩溃。可很快，他哈哈大笑，指着楚明月嗤笑：你这个法盲，真当你是小说的霸总吗？你转走我公账的钱，你这是犯法的，我现在就要报警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说着，周婉儿还真报了警。一直到警局的时候，周婉儿和齐思年都在信誓旦旦地一口咬死楚明月转走了账户的钱，坚称要严肃处理楚明月，要让楚明月学法。楚明月全程看智障一样看着两人，直到警方放出调查结果，账户被转走的钱和楚明月没有关系，或者说账户里的钱根本就没有转走，本身就只有1块钱。周婉儿的笑容才逐渐消失，最后变得崩溃。不可能！周婉儿不信，她和齐思年坚称账户就是有1亿被人转走了，因为金额较大，警方只能继续调查。然而，通过各种技术追查、还原记录，结果却仍然没有变化。公账的记录始终没有转账变动，可以确定账户里本来就只有1块。最后，警方委婉地提醒两人可以去做个心理治疗。这下两人彻底傻眼了。我和楚明月从警局出来的时候，还能听到周婉儿和齐思年崩溃的大喊大叫：干得漂亮！我佯装不知地朝楚明月竖起大拇指。楚明月看了我一眼，
淡淡道：“别装了，这件事我知道是你的系统干的。”我被噎了一下，瞪大眼睛，他怎么知道系统的事？但楚明月没有解释的意思，抬手将车钥匙扔给我：“别忘了，你要帮我盈利2个亿。”说完，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去。我无奈地耸了耸肩，对他的冷漠并不感到讨厌。以他现在的能力，如果对我有什么恶意，我早就完了。但他并没有，相反，我觉得他甚至在帮我。所以他即便知道系统的事，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还能听到周婉儿和齐思年活跃的消息。据说两人仍然怀疑账户的钱是楚明月搞的鬼，但两人纵然再不服，为了钱也只能舔着脸私下找楚明月华贵求情好几次。甚至有一次，为了让楚明月放过他们，齐思年还当众狂扇自己的脸，跟楚明月道歉。但楚明月理都没理，直接绕道走。用楚明月的原话就是：“别跟傻子白费口舌，会让自己也变得不聪明。”或许是发现没用，周婉儿和齐思年放弃了，开始想办法挽救公司。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转，两人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，填补空缺。为此，视奢侈品如命的周婉儿甚至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包包和名贵化妆品。没想到两人这么搞，竟然还真的盘活了一个项目。周婉儿看到了希望，盈利的钱还没捂热，立刻又重新投到了新的项目。当天，周婉儿甚至还给我打了一通电话炫耀，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，但仍然没掩饰得意的语调：“林月，少在那儿得意了，你真以为公司没了你不行吗？呵呵，你能做的事情，思年做的比你好多了。”我半天没说话。这段时间，我已经利用公司摸清了齐思年的底细。这5年来，他公司的钱其实都是靠着有一点身材坑蒙拐骗得来。所谓的即将上市的公司，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，融资出现问题是假的。公司能上市，也都是靠我的公司撑起来的。他这种人能盘活一个项目，对此我至今深表怀疑。但周婉儿见我沉默，却以为我是极度的没了话说，说话的语气更加得意了。你就算选了楚明月当靠山，也只是他手底下的一条狗罢了，永远没有出头的机会。但我和思年不一样，就算没有了资金，只要我和思年齐心协力，照样能让公司起死回生，以后还会发展得越来越好。你就等着眼红吧。周婉儿得意地挂断了电话，但她也没得意太久。很快，我便接到了一个重磅消息：齐思年的公司新项目开始的第3天就爆了雷，最大的股东齐思年卷走了所有资金，大头甚至还是周婉儿的投资。而这时候我才知道，之前那个项目根本没有盘活，而是齐思年为了算计周婉儿故意放出的假消息。结果周婉儿竟然真的相信了，为了项目资金，还用自己的信誉贷了近1000万的款。最后，齐思年携款逃到了国外，却留给周婉儿一屁股还不完的债。周婉儿崩溃了，当街放声大哭，差点从楼上跳下去。好在及时被人发现。再后来，他为了讨债东躲西藏，也不知道去了哪儿。我没再听到他的消息，也没再继续关注，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商机，立刻全身心的投入。短短1个月，便盈利了近1000万，势头猛涨。照这个发展趋势，达成2亿的目标很快就能完成。还不等我提，楚明月主动为我专门成立了新的公司，免息投资了一大笔钱，负责新项目的研究和发展。公司一些老员工看得眼红，有人甚至偷偷告诉他要防备着我倒打一耙。
甚至还拿出了我曾经入狱过的证据，证明我人品有很大的问题。知道这件事后，我原以为楚明月会有所警惕，谁知第二天说我坏话的老员工就被楚明月开除了。老员工不甘心，气得大骂楚明月，说楚明月早晚会后悔的。可楚明月不怒反笑，回复语气一如既往的冷淡。我最后悔的是放你这种小人在身边这么久。楚明月这一敲山震虎，其他人也都不敢再有异议。对于他对我的这种信任，我着实感动。更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，楚明月的身上着实有很多让我咂舌的优点。他有着不符合这个年龄的沉稳，凡是人都有七情六欲，可他却好像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做最理智的判断，遇事不骄不躁，完全不受情绪影响。这点就连我都自愧不如。将近年底清算的时候，新项目盈利3亿，比预期超过了50%。我心情愉悦，拿着分公司的财务报表去找楚明月。结果快进公司的时候，我却在公司门口看到了一个让我感觉意外的人。女人戴着棒球帽和口罩，穿着风衣，身材消瘦，虽然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，但我一眼辨认出来，这是周婉儿。她从楚明月的公司大楼走出来，看周围没人，便疾步往外走，鬼鬼祟祟的模样看起来很可疑。当初齐思年卷钱跑路，上市公司仅上市3个月就宣布破产，这在国内也是绝无仅有的，因此被人热议了好一段时间。周婉儿想方设法的为了躲债东躲西藏，但她和齐思年之前太过高调，以至于不少人都认识他们。周婉儿被抓到过很多次，有人甚至拿她的照片威胁还钱。后来她消失后，我也中途让人再调查过她的消息，但都没找到。我本以为她已经出国或者已经出事了，没想到时隔不到1年，竟又出现在了这里。按理来说，她在这边只剩下了债主，已经没有再回来的理由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想了想，我没有出声，紧跟在她的身后。看到她上了一辆出租车后，我刚要拦车，正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人事主管打来的电话。他嗓音慌张：“林月，楚总不见了。”人事主管语无伦次的着急讲完，我提取了话里的重点。楚明月让人事主管提醒他下午的会议，结果等下午人事主管过去的时候，楚明月就不见了。办公室里有打斗痕迹，东西散乱地扔在地上，桌上还有一大片血迹。我们查了监控，但监控早就被人弄坏了，中间进过公司的人很多。我让人去查了，但到现在都没有眉目。楚总中午的时候神色就有点不对劲，他说如果有什么不对，就让我联系你。林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楚总是不是出事了？人事主管着急朝我问道。我看着已经飞驰离开的出租车，心里已经明白了大概。这件事大概率和周婉儿有关系。不等我说话，这时人事主管又道：“我刚看到桌上有一封信，你等一下。”电话那端安静了几秒，很快人事主管着急道：“信是打印出来的，说是楚总在他们手上，让我们拿5000万过去，我现在就去取钱。”说着他就要挂电话，我立刻拦住了他：“先别去，楚总还有没有说过其他的话？”他说让我报警，但是这件事现在什么都没有查清楚，怎么报警？万一出事了？人事主管语气担心，但我却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，毫不犹豫朝他道：“听他的，报警。既然楚明月说了，那报警一定是最优解。”人事主管仍然将信将疑，最后我保证会对这件事负责之后，他才慌张去报了警。
而我则在路边立刻打了一辆车，让司机不远不近地跟上周婉儿。我在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大概的猜测，知道楚明月的失踪肯定和周婉儿有关系，而且楚明月估计也已经猜到了这件事，并且提前做了准备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里仍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觉，总觉得好像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没多久，我跟踪周婉儿到了郊区，人烟逐渐稀少，担心会被发现，我提早下了车。好在我经常锻炼，而且身体素质一直不错，一路上没有跟丢。最后，周婉儿停到了一处废弃的工厂前，我调整好呼吸，缓步跟上去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了楚明月的声音：“你们想要什么我都给。我劝你们最好还是及时收手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”楚明月的声音仍然平静，但我还是听到了他话音里的颤意，他似乎也有些害怕了。我贴着门，轻手轻脚地透过门缝看过去，看到楚明月跪坐在地上，身上五花大绑，头发散乱，额头和嘴角都有些泛肿，还带着一丝血迹。而他面前站着的两个人，确实是齐思年和周婉儿。看到眼前一幕，我的脑子突然有刹那恍惚，眼前猛然晕眩了一瞬。呵呵，你把我们害成这样，还想让我们放了你？想得美！齐思年大力地拽起楚明月的头发，猛地一扯。当初要不是你把那一役转走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？我们才不要钱，我们要你的命！说完，齐思年掐住楚明月的脖子，周婉儿神色却莫名有些慌张，催促道：“思年，赶紧打电话把他交出去吧，拿了钱，我们赶紧离开这儿。”齐思年却冷笑，不慌不忙道：“不着急，他把我们害得那么惨，怎么能这么轻而易举把他交出去呢？我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回来，总该取点东西吧。”说着，齐思年贴近楚明月，周婉儿立刻瞪了齐思年一眼。齐思年怂了，朝他哄道：“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，我也是为了我们着想。这段时间你过得那么惨，难道就不想报仇吗？放心，我最爱的就是你了，不然我怎么会主动找到你？上次你被追，还是我救你的。”周婉儿火了：“齐思年，你有没有良心？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被追？好了好了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别揪着不放了，好吗？”齐思年软磨硬泡，周婉儿果然心软了，抬脚便走。随你便，我走了，现在去通知他们过来，你最好尽快。齐思年立刻亲了他一口，哄了两句。等周婉儿离开后，齐思年看向楚明月的眼神立刻浮现贪婪。楚明月不仅不害怕，反而笑了。齐思年一愣：“你笑什么？笑你马上就要死了，却不知道。”楚明月不疾不徐道。齐思年气得脸色发青：“你敢咒老子，老子打死你！”他又是一巴掌，狠狠地朝楚明月打过去。见状，我立刻启动系统，将打改成了跪。齐思年立刻直挺挺地跪到楚明月面前。趁这个机会，我立刻冲上前，将楚明月护到身后。显然齐思年没想到我会在这儿，他看我的眼神惊诧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来了也没事，我这就弄死你！”说着，他就要动手，但很快就发现了不对，扯着嗓子喊道：“婉儿，别喊了，他在外面睡得正香呢。”我好心提醒道。刚刚两人说话的时候，我已经用了系统，把周婉儿对话的走改成了睡，所以周婉儿一出门就睡着了。齐思年气急败坏，大骂着周婉儿。正在这时，门外又突然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，以及数十道脚步声。齐思年瞬间喜笑颜开：“我们的人来了，你们就等死吧！等死是不可能等死的。”齐思年的人
前脚刚到，警车后脚便赶到了。本以为会是一场恶战，谁知几人一看到警察，立刻华贵认了罪。警方审讯后发现，这些人和楚明月没有任何关系。经过再次调查后，才发现楚明月的公司因为发展太过强势，因此看不惯他的死对头们，筹了1个亿，雇了批顶尖杀手，想要除掉楚明月。结果顶尖杀手们一合计，感觉要杀一个女人这么简单的事哪儿用得着他们出手，于是拿3000万又雇了一批。结果3000万的杀手临时接了更大的单子，于是他们拿500万又雇了一批普通杀手。反复几次后，被雇的第5批人又花100万雇了齐思年和周婉儿。周婉儿本想和齐思年同归于尽，听到要报复的对象是楚明月后，两人相约短暂放下恩怨，选择了答应。想着能再从楚明月的身上再捞一些钱后，就出国开始新的生活。为了能顺利完成计划，两人还雇了一批人，想着就算东窗事发，也能浑水摸鱼离开。结果谁能想到，他们钱给的太少，雇到的就是一群小混混，一见到警车就腿软。最后周婉儿和齐思年双双入狱。警方又根据调查得来的信息和证据，将参与犯罪的死对头们直接连根拔起。这场又好气又好笑的乌龙事件，使得网友们的关注度极高。本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，没想到在法庭上，楚明月又翻出了周婉儿和齐思年当初陷害我的证据。周婉儿和齐思年本想着统一口供，两人都能减刑，结果看到楚明月拿出的诬陷证据后，两人都慌了，互相推诿责任，甚至在现场互相揭对方的老底，最后甚至挖出了2年前周婉儿曾经为了拿到公司，想要下药害死我的事情。两人的行为越来越行，双双喜提无期。从法院回来的时候，我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楚明月走到我身边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反应过来，将分公司的报表递给他。我完成了，恭喜！楚明月难得的扬了唇角。你的任务完成了。我刚要说什么，可下一秒，楚明月又道：我也该走了。去哪儿？我愣了一下，抬眼看他，突然有种强烈的不好的预感。别！我想要阻止他，可楚明月却不为所动，轻点了下我的额头。我瞳孔紧缩，一道从未有过的记忆撞进大脑。我的眼前出现一幅画面，监狱里的电视里，周婉儿和齐思年站在我创立的公司前，含情脉脉相视。电视外，我满身是伤，嘶吼着，双眼充血，食指被墙壁磨烂。几乎崩溃气绝之时，一道浅浅的白烟从我的身体飘出，白烟渐渐成型，幻化5、6次，最后变成楚明月的样子，端坐在我的面前，手指掠过我呆滞麻木的眼神，最后落在我的脸上。我帮你，他低低地说完，很快像是一阵烟消散，而我仿佛恍然惊醒般，麻木地睁开了眼。紧接着便听到了一道声音：叮，改字系统已开启。楚明月唇角扬起一抹笑，身体逐渐变得透明。没错，林月，我就是你的系统。你的怨念形成了我，现在你的怨念消失，你已经不需要我了。难怪楚明月从一出现就让我觉得熟悉亲切，原来他一直都在我身边。那天在废弃的厂房外，我回忆起了一部分记忆，我也猜到了他可能不是人。毕竟，即便再冷静的人都有失控的时候，可他却能时刻保持那么冷静，对所有的事情都了如指掌。他怎么可能会是活生生的人？但我猜到这一切，却无法接受。这些时间的相处，
他即便不是人，在我的心里却早已经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了。我本想将这个秘密一直藏在心底，但没想到该来的总还是会来。不，我还需要你继续帮我，你别走！我近乎恳求地拉住他，却抓了空。楚明月身体逐渐变得透明，苍白着脸冲我笑着摇了摇头。我听到一道熟悉的电子音，察觉宿主任务完成，改字系统已解绑。与此同时，楚明月的身体越来越透明。我歇斯底里，想要抓住他，但就像记忆里一样，他重新变成了一道浅浅的白烟，很快消失不见。我低落地站在街上，手足无措。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嗓音。我回过头，看到女人气质高贵，神情淡淡地看着我，朝我伸出手：“你好，我是楚明月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